老的中国之花是怎样走出神秘的东方，又是如何开遍整个世界？从未被触碰的一株牡丹里，究竟有怎样不可泄露的天机？飞鸟尽喂的山谷又暗藏着怎样的奇迹？倾听牡丹与世界的声音，第一次全面解读国民之花牡丹的传奇。现代大都市，时尚的脚步总会与传统不期而遇。这是台北历史最悠久的布业市场。35岁的时装设计师黄家祥，正在这里寻找新的设计灵感。这种印染着牡丹纹样的老花布，台湾人称为阿嬷的红花仔布，里面凝聚的是人们上百年的温情记忆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些经典的文化符号曾是黄家祥的灵感源泉。2009年。在国际成衣联盟设计竞赛中，黄家祥一举获得大赛最佳布料运用奖，成为台湾首位获此殊荣的新锐时装设计师。为他赢得荣誉的，正是以牡丹为主要图案的台湾老花布。小时候对牡丹的印象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繁琐、非常花俏的图案。倒不觉得它美，我反倒是我到了纽约念书的时候，才开始思考，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跟世界分享的。面对着新一轮的国际时装秀，这位时尚之先的设计师，期待着更为传统的文化能量。新的寻访之路，将离开台北，一路向南。这是台南府城，一个古老绣庄。100多年来，这里只出品一种刺绣——八仙绣。这种寓意八仙祈福的民间艺术中，牡丹是最重要的祝福元素。你自己也用这样的花做了一条领带，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。世界第一，世界。我其实想要绣一朵牡丹花，但我想说不要太传统，可是又不能太现代。八仙绣，台南最具乡土气息的民间刺绣。与老花布的平面印染不同，八仙绣运用了独特的立体刺绣手法。自然界牡丹的雍容华贵，在此淋漓展现。充满视觉张力的手艺，却是最为传统的客家文化。上千年前，
他们描绘的正是繁花似锦的中原大地。这是一次全新的审美体验。黄家祥没有想到，最为传统的中国牡丹，却有着如此触动世界的力量。坦白讲，我去过欧洲，我去过美国，去过日本，我去过很多的国家，我都没看过这么俗艳、这么漂亮的花。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坚定，我要把这个东西继续发展下去。那个力量是来自于你的文化给予你的养分。从中国秦岭深山走来，在中原大地千百年流转。今天，牡丹已在近30个国家扎根生长。每天日出到上午10点，是利维埃尔最忙碌的时刻。他要采集足够的花粉，培育新的牡丹品种。脚下的这片土地，正是欧洲最大的私人牡丹园。相比洛阳，这里的纬度要高10度，同期的温度低近10度，牡丹花期会晚整整1个月。以薰衣草闻名的国度，这样的牡丹园屈指可数。利维埃尔的牡丹吸引着来自法国各地的人们。大湖红，法国人最为欣赏的牡丹，它拥有玫瑰浓郁的色彩和更加风韵的造型。这些畅销法国的红色牡丹，都是100多年来利维埃尔家族精心的培育。全欧洲700多种牡丹，大多都是出自这些花园主人之手。和玫瑰相比，我更爱牡丹，它是我的最爱。我不知道怎么解释。对我来说，当牡丹开花的时候，当它含苞待放，我会每天都去看它。它真的很漂亮。牡丹是非常特别的花。欧洲种植牡丹的历史只有100多年。公元18世纪，英国植物猎人四处搜罗世界珍稀植物，在广州花市，他们第一次见到这朵美丽的东方之花。之后，来自中国的牡丹被大量引进，这朵花也开启了在另一个大陆的传奇。那时，牡丹的价值一度高达每株2000法郎，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法国文员全年的收入。今天，这座面积110亩的牡丹园，拥有全欧洲所有的牡丹品种。利维埃尔是庄园第5代传人。160年前，他的家族开始种植牡丹，那时正是中国牡丹刚刚传入欧洲的时代。编辑年度牡丹新品培育手册，利维埃尔将用上1个月的时间。这也是延续100多年的家族传统。从1902年首次出版，这本手册每年1期，从未间断。今天，我们正在经营的牡丹文化和产业，这些都是我们家族的遗产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些
已经成为我的责任。100多年来，这本画册已成为法国最权威的牡丹栽培指南，也见证了中国牡丹在欧洲的足迹和历程。时光回溯100多年，追寻13000公里，一朵牡丹即将从这个平凡的中国乡村漂洋过海，根植欧洲。今天，这里迎来了2013年第1场雪。这是菏泽乡村广为流传的民间手艺——花供。花供通常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，在赵楼村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这些花鸟鱼兽、楼阁亭台，营造出了吉祥喜庆的人造景观。它们将成为今天一场重大仪式的祭礼。文字记载了这里的过去。冬天，白雪皑皑的村头，男人们推着这种枣木小车，装着一盆盆的牡丹，走向相距1600多公里的另一个城市——广州。春节之时，在那里，3朵牡丹能卖3块银元，与1亩农田等值。61岁的赵兴武，赵楼村催花高手。催花是以人工手段促使牡丹反季开花。你看你老吗？催花牡丹，异地存活率极低。每年下广催花前，赵楼人都要举行祭祖仪式，祈求保佑。今年的仪式由赵兴武出资操办，他亲手制作的是最重要的祭礼。这个是大富贵，一个是赵飞。赵飞呢是代表我们家族，这个大富贵呢是为了广州催花，以大富贵给这个赵飞这个拼在一起，这个记录是我们这个祖先大吉大利。这是赵楼村最新的家谱。赵氏家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，至今已经传承300多年。赵兴武就是第23代世孙。这些下广催花的佼佼者，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叱咤风云的过去。赵楼村最著名的牡丹，大富贵和赵粉组合在一起，就是赵楼的花神。大富贵又名大胡红，正是他当年跟随植物猎人从广州新春花市远赴欧洲。大唐盛世，名动京师。之后，牡丹走出中原大地，沿黄河顺长江，在越来越多的地方生根落地。当明代来临的时候，当年的曹州，今天的菏泽，走上了历史的舞台。这是祭祖仪式中最为重要的环节。全村花农
按辈分排位，簇拥花神，绕村3周。曾经，也是这样的身影。他们以身家为柱，用双脚丈量南北，或白银铺路，衣锦归家，或血本无还，流落他乡。悲壮而又豪迈的内心，因为花神相伴，倍感慰藉。庐山之阳，永居河畔，牡丹飘香，风光无限。赵氏仙人，躬耕繁衍，新逢盛世，牡丹发展。北走京师，南下民约，东渡日本，西赴法国，即将启程。拜祖当先，先祖保佑，发财凯旋，向先祖牌位行大礼叩拜。赵楼村90%以上村民都以花为生。这一刻，花神和祖先与他们相伴。广州，中国最古老的外贸商埠。200多年前，世界各地的冒险家云集于此。无法在南国生长的牡丹，辞旧迎新之时，在广州花市反季绽放，也由此进入了欧洲植物猎人的视线。11月底，赵兴武到达广州最大的花市。当年先辈们步行推车40天的路程，他只用了不到2天。经验和技术保障着赵兴武的催花牡丹损耗不超过20%。而今年，广州莫测的天气变化，让他带来的2000多盆牡丹损失近半。即便如此，如果这些牡丹全部售出，赵兴武依然只赚不赔。春节前1周是广州花市的销售高峰。闽粤一带，人们以花迎春，以此祈求来年富贵平安。赵兴武必须在大年初1前卖完全部牡丹，否则花将无人问津。今天是牡丹上市的第1天，一身体面的行头让赵兴武信心倍增。上车，走，接牡丹。这一天，在广州各个花市，近100户菏泽花农，数万盆牡丹同时上市。3、2、1，点彩。在广州，催花牡丹以花苞数量议价，每个花苞价值20元。一株牡丹大约会有10来个花苞，它们将带来20多万元收入。下广催花30年，今年赵兴武却遇到这样的情形，几天下来，只有100多盆牡丹得以成交。山东的，山东的，山东。谢谢啊。好。赵兴武的基因和记忆中，在广州，牡丹总是价高难求。他
他并不习惯与人商讨价格。我情愿不卖，我不会引入我们的市场。我也是，我可以跟你说，牡丹就是这样，跟价都不卖。如同莫测的天气，引领广州迎春花市数百年的牡丹，在春天将临之际，倍感寒冷。今天，当世界各地6000多种花卉盛开在人们的眼前，一枝独秀的牡丹已身处百花争艳。如今，赵兴武面对的是一个与先辈完全不同的时代，而他并不知道，牡丹在另一片大陆，却有着别样的春天。荷兰，引领世界花卉潮流的国家。每到这个季节，来自英国、意大利、法国等地的订单，会让威尔曼应接不暇。在郁金香的王国，这位花商经营的却是牡丹生意。欧洲，牡丹最大的海外消费市场。每年进口的牡丹总量达到140万株，其中的20多万株就来自威尔曼。我开始进口牡丹时，我以为它会无法成活，就像其他普通的芍药科植物一样，但它并没有像它们一样，它扎根在土壤里，成活下来，而且这还是春季最早预示着夏天再次来临的植物之一。如果你在5月去看它，会觉得美不胜收。威尔曼是欧洲最大的牡丹供应商之一。1985年开始，他与牡丹相伴至今。每年3月，威尔曼会进口牡丹种苗，在他现代化的温室中培育。2个月后，就到了上市的时候。威尔曼的牡丹种苗，除了来自中国，还来自另一个国家——日本。大根岛，日本最大的牡丹生产基地。自盛唐时期来到，被深深打动的日本人找遍全国，希望留住牡丹。最后，他们找到了这里。太平洋側を中心に雨が降り続き、局地的には非常に激しく降るでしょう。明日は東北でも本降りの雨となりそうです。明日の朝までに予想される雨の量は四国。这是大根岛最大的私人牡丹园。园子的主人杜布，正为突如其来的大雨忧心忡忡。作为有着20年经验的花农，他知道大雨并不会影响牡丹的生长，但雨水却会打湿原本坚挺的花瓣。这一天，杜布将要参加1年1度的鲜切花比赛，这是全日本水平最高、规模最大的牡丹赛事。从自己的花园中挑选最好的10朵牡丹，他们将为杜布家族延续荣誉。上午7点，参赛花农带着最为得意的品种，陆续来到比赛现场。此时距离开赛还有2个小时。9点过后，迟到的参赛者将被拒绝入场。杜布并未出发，他在等待心目中最重要的一朵花——梅里雪山。在日本，
牡丹直径很少超过28厘米，而梅里雪山的花冠直径直达34厘米。这是杜布近10年的心血。然而，昨天的大雨却影响了这次花彩的亮相。让我们再等等，花会开得更大。再等等吧，花会变得像山一样。哦，这个形状。杜布家族的传统，只有资历最深的人才能亲临现场。父亲将代表家族见证决战的时刻。终于，杜布剪下了梅里雪山。大根岛2013年度牡丹节开幕了。执着的等待，让他几乎失去了参赛的资格。这是一个面积只有6.5平方公里的小岛，全岛居民3000多人，家家户户种植牡丹。每年花期，这里聚集了全日本爱花之人。真的很漂亮啊！牡丹漂亮吧？牡丹漂亮，人也多，心情会变好。大家一起看花，整个岛上景色都很美，花的品种也很棒。地位堪比国花，在日本，栽培牡丹已成荣耀，许多家族传承世代，历史长达数百年之久。一代一代的花农，以日本文化的特点，培养出他们心中最美的牡丹。现在由松江市观光协会部长颁奖。新品种梅里雪山获奖。最终，梅里雪山夺得品种创新桂冠。这是25年来杜布家族第4次获此殊荣。自从随遣唐使而来1000多年的时光，牡丹在这里已有了300多个品种。它们是日本文化的浓缩，色彩纯粹，线条清晰直观。这些牡丹在世界牡丹的栽培史中，如今有着自己的名称——日本种群。每到牡丹将谢的时节，正午时分，杜布就会为花举行祭礼。水承载的是花的灵魂和这个家族年复一年的感恩之情。此时，地球的另一面，一个城市也在醒来。清晨5点，阿斯梅尔，一片繁忙景象。这是世界最大的鲜花交易市场，年交易额超过10亿美元，花卉销往100多个国家。阿斯梅尔花市，只有最好的花卉才能进入这里。每年4月中旬，20天左右时间，是牡丹的专场拍卖。7点整，所有鲜花进入拍卖大厅。在这里交易的花卉，当天下午就会出现在世界各地。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些牡丹真正的身份，却是与之外形相似的芍药。即便集中全球每年所有的牡丹，
都难以满足阿斯梅尔花市一周的拍卖。芍药代替的正是这份空缺。整个世界的爱花之人都在等待优良的牡丹品种与之相伴。甘肃中部一个县城与世界同步的野心。73岁的陈德忠，园艺工程师。40年间，他培育出上百个牡丹新品种，但眼前的难题终究未解。8年，陈德忠以产自云南的野种滇黄牡丹为基础，希望打造全新的牡丹品种。然而，这新的品种花型小，性状极不稳定，几乎没有推广价值。他最大的梦想，就是培育颜色纯正的黄色牡丹。全世界的人都喜欢黄色，因为黄色代表着一个尊贵。所以我们这个牡丹节的原来有一句俗语啊，就是黄牡丹不黄，黑牡丹不黑，蓝牡丹不蓝。所以现在我们追求的就是要真正的、纯正的黄色。世界上第一个黄色牡丹品种是日本培育的皇冠，此后，美国、法国也相继培育出黄色牡丹。连接着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，这里是中国牡丹发源地之一。每年花开之时，陈德忠就会带上工人采集家乡盛产的紫斑牡丹。这是中国分布范围最广的牡丹品种，基因活性强，是杂交新品种的最佳选择。世界范围内，大多数黄牡丹都是以紫斑牡丹和滇黄牡丹杂交而成。陈德忠希望能找到自己的方向。以前我们中国这个黄牡丹只有药黄比较黄，但还不是真正的黄。但是从这个我看到这个大花黄牡丹以后啊，就想把它们的基因和紫斑牡丹的基因结合起来，培育出一个真正的带有中国特色的黄牡丹，这才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知识产权，也是代表我们自己的一个品种。大花黄牡丹，世界上最珍稀的野生牡丹品种，仅生长于海拔2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。已过花甲之年的陈德忠，此刻怦然心动。带着家乡采集的紫斑牡丹花粉，陈德忠走向了西藏。1000多公里的艰辛路程，稀薄的高原空气，在牡丹离天最近的地方，有这个老人唯一的希望。一定要向高海拔去找，哪怕是再吃多少苦都要去找，找到更好，找不到，我也努力了，也没有遗憾。不然的话，我再不去，以后实在身体不行了，就产生遗憾，死不瞑目。海拔2000多米的林芝，大花黄牡丹的原生之地。相比温暖的中原，这里的花期迟来了1个月。这是以大花黄牡丹为名的节日，欢庆的背后是当地人无与伦比的幸运。
整个地球上，野生大花黄牡丹只分布在林芝60公里长的山谷之内。山谷的另一边，是藏传佛教红教宁玛派最大的寺庙，每天都会有西藏各地的信徒前来朝拜。浇花是每天的功课。不知多少年前，有人在庙前栽种了2棵大花黄牡丹。此后，喇嘛与牡丹相伴而修行。来自拉萨的格桑专程来到这里，他希望在大花黄牡丹身边创作出不一样的唐卡。唐卡是一种供奉给神佛的宗教卷轴画，神秘而古老的图案中，牡丹有着特殊的地位。唐卡大多以莲花和牡丹作为边饰图案。大大小小的牡丹纹样，有时多达上百个。这个牡丹花的名字在藏语中，我们把它叫做“邦边梅多”，就是吉祥如意的花朵。每次画牡丹，我心里也有一种圣洁的感觉。最虔诚的修行者，最精美的唐卡，被喇嘛领庙收藏。在这里，庭院、建筑、壁画，牡丹以不同的形式随处可见，醒目的黄色和岁月一起流淌，在这高原之上，从未被打扰。喜马拉雅大峡谷里，陈德忠终于直面世间仅存的6000株野生大花黄牡丹，眼中纯正的黄色和他的心跳之间是整个世界。这是从未泄露天机的野种牡丹，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，难以移植存活。陈德忠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在当地授粉进行杂交。然而，他早到了几天，还需要1周时间，大花黄牡丹的花粉才能完全成熟。相对于之后的岁月，这样的等待微不足道。如果得到上天的眷顾，一个杂交品种当年就能结出种子，之后，牡丹天造地设的生命系统，将给人们带来无穷的期待和想象。8年的花落花开，一个新的品种才会诞生。新的轮回，在紫斑牡丹的花粉洒向大花黄牡丹时，开始了。就是我们中国是牡丹的起源中心，所以它的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。我们现在就利用我们中国这个丰富的牡丹的这个资源，再加上我们大家的这个努力，使中国人、这个世界人民都能看到好的花。西藏林芝1700公里之外，洛阳伏牛山，
密林覆盖，野性而又原始。这片绵延400公里的秦岭支脉，连飞鸟也会敬畏。这里被人称之为中原的肺叶。风客在大山深处停下脚步。如同逐水而居的游牧，风客们寻花而动。每年花开，伏牛山迎来风客和他们的蜂群。蜜蜂，植物繁育后代的使者，他们的到来，却让这里如临大敌。自然界的授粉随意而又无序，它们有可能成为人工培育时最致命的干扰。研究者们遵循自然的规律，却希望科学洞悉每一步的环节。这是全球最大的野种牡丹1000种保护基地。自上世纪90年代起，山里的艰辛与付出，无数次的尝试研究，终于，这里的土地长出了一个世界的奇迹。这里有着自然界全部9种野种牡丹。2001年，在伏牛山得天独厚的土地上，横跨黄河、长江流域，相差海拔2000米的9种野种牡丹，在5番寒暑、1825个日夜的时间里，被中国牡丹研究者们全部迁种成功。他们为创造更多的牡丹新品种带来无限可能。诱人的气息，让一只甲虫找到前所未有的美味。甲虫并不知道，它不经意的觅食，触碰到的却是大花黄牡丹的生命密码。一个惊人的发现即将到来。作为中国牡丹协会的会长，每到大花黄牡丹花开，王连英总是最为关注。看见没有，在花师的基部，看见没有？王老师，哎呦，快来看看这怎么了？这还有虫子在这爬。哎呦，快来看，好大一批呀！什么呀？看见了，看见了，你看这。哎，这，天哪，都流到这儿来了。花师基部是吗？不是流过来了啊！哎呦，我看见了，看见了吧？啊，这儿看见了。没尝出来。你尝尝。还是甜的。是吗？甜，有点甜。哎，这是咱们这一次是发现了啊。在这片造化之地，虔诚的探索终获自然的指引。大花黄是迄今发现的唯一拥有蜜腺的牡丹。微观的世界里，王连英发现，所有野种牡丹中，大花黄的花粉活性最弱，可它独有的蜜腺却能吸引更多的昆虫授粉，从而保证后代的繁衍。这是大自然给予的平衡，也是它难以成功杂交的关键。今天，在伏牛山基地，用野种牡丹杂交培育的新品种已有15个。
30年后，它们将会实现万株以上的规模种植。中国牡丹的逐梦之路正在开启。距离伏牛山100多公里，城市渐渐苏醒。1000多年前，这片土地花开如海。之后，历史上留下了一个盛大的王朝。跨越不同的时空，这里依然有着同样的情怀，依然花开如海。这是30年前的影像，镜头记录下那时的万人空巷和牡丹的姹紫嫣红。首届洛阳牡丹花卉的第1天，留下的是15万人的赞叹和3大筐被挤掉的鞋子。这是30年前的数字，10天时间，22个省市，7个国家，250万游客。此后，牡丹成为人们心灵的朝圣。同样在上世纪80年代，一首歌曲风靡全国。历尽贫寒或娇媚富贵，种种的表情背后，是每一个中国人深深的共鸣。音乐带来了牡丹在艺术中的灵动，也带来了这朵花犹如人生般的真实写照。此后的30年，这首歌伴着牡丹花卉传唱至今。这背后是每一个中国人对牡丹亘古不变的情结。花的世界里，王秀的困惑，蔡运章的探寻，崔月琪的守望，魏祝新的使命，张淑玲的等待，陈德忠的执着，他们的梦想都与牡丹相伴。须是牡丹花盛发，满城芳史乐无涯。宋代思想家邵雍笔下的历史，至今未变。花开之时，就是追逐梦想的时刻。长达1年，横跨中国，150多个拍摄地点，行程40多万公里，敬畏自然，讴歌劳动，用影像寻找美食，品味美食背后的故事。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第2季，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诚挚奉献。2000年前的汉代，构成现代中国生活的根系。世界最大规模的转变正在这里发生。我们比任何时候更渴望理解自己。寻汉，中国的故事。